各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所有的欧洲人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确实啊，当时看到的天鹅也都是白色的。10年前你害死我妈，直到1697年，陷害我爸入狱，用肮脏的手段才得到如今的成就。星耀之所以能成为航10天年了，反攻兵，就是时刻保持狼终于等来这个机不仅会。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才能让星耀乘风破浪，再创辉煌。芷冬，猎奇，我的眼睛好臭！挂住他！芷冬，左虚眼。别弄了，拿2条黄鱼送船上去。老板，你们的菜好没好啊？哎，好了好了。鱼到了。开船！一条野生大黄鱼的价值不菲，但比不上你金贵。抓你可比抓鱼麻烦多。为了适应黑暗，我承受了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得知你这2个月过得比我还要艰难，我心里可舒服多了。谢谢你。听人说，鱼胆可以治木质肿胀。你把我弄瞎之后，我鱼胆泡药，没少吃。那这么看来，好像没什么效果呀。鱼胆中的氢氰酸毒素可不比同剂量的砒霜要多。中毒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救治，会引发腹腔内所有气脏的衰竭。所以今天特地为你献上这一道美味，喜欢吗？有不有？除了尤震的女儿，还有谁能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去刺杀安国轩呢？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得手了。10年前，尤震挪用项目资金，甚至还闹出了人命。
死者正是尤震的妻子齐兰，而他们的女儿尤尤，从当时的天之娇女，堕落到了在夜店里卖酒。你说，要是你妈知道你干的事儿，她会怎么想？我妈不会复活，你也不会复明。别以为你替安国轩挡了毒酒，他就会重视你这个不受宠的私生子。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我私生子。不过我现在就破例原谅你，而且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自从你爸进了监狱之后，你很久没去看过他了吧？这份孝心我替你尽了。哎，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正抱着这个八音盒，不撒手，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对我爸做了什么？激动什么呀？我犯得着对一个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人下手吗？我不过是告诉他，你的女儿活不过今天，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你弄瞎我的眼睛，我就让你永远瞑目。再见了，悠悠。小破，你脚下站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超级大的八音盒，就和这个一样。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昨天电视上还放了她的新闻。妈妈，尤震，你涉嫌重大安全事故罪、挪用资金罪，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悠悠，悠悠，妈妈，这10年来我过得很好。姓安的私自伪造账户，伙同他人陷害尤震，搞得人家家破人亡，这些罪名加起来够判你个无期的了。你听好了，尤震当年就斗不过我，就凭你。妈妈，我来找你了。
东哥，5点钟方向，老实点，别动。东哥，再往右点，准了。瞎子还想打进球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争不过高总，他就是星耀接班人，一直掌管星耀的核心业务。今天他和安小姐订婚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安董的家业留给谁，显而易见。你呢？你只是一个眼瞎的野种。你说什么呢你？胜率低的人总喜欢买最贵的球杆，可是即使球杆再好，他们终究没有胜算。别动！星耀居然没见到安静静的订婚宴，他哥启东居然没来。对呀，他哥怎么没来？也没见，看新娘一个人在上面孤零零。哎，这吉时都过了，小高总还不来，强成套婚了。娶一个才子，就算叫我们家的成人派序。到底怎么想？高总说他要去趟海州，来不了，但是他留下的文件在我这儿。各位来宾，首先啊，我很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但是我很遗憾啊，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这个准女婿啊高珊珊，今天外出公干，没办法来参加订婚宴了。本来呢，以我这个人的脾气啊，高珊珊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再踏进我安家的大门。但是，他为静静准备了一份订婚礼物，我释然了，甚至觉得我这个女儿啊，眼光很不错嘛。这份礼物啊，就是婚前财产公证，安静静婚前和婚后一切财产均属于安静静个人所有。且高珊珊将个人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和存款转到安静静的名下。真有魄力，这太有魄力了！安静，那不是一般人吗？珊珊说呀，她最不喜欢的称谓啊，就是安家的赘婿。她不在乎别人诋毁她，甚至更不在乎将来的孩子姓甚，但她想让世人知道，她之所以娶安静静，并不是因为我安国轩。而是因为他很爱静静啊。说高珊珊不去订婚宴，突然去海州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最喜欢打什么球吗？直击球，因为力度大，一球击中，脑门开花。1、2。我说，高总去海州找建筑设计展的评委齐格格。
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齐格格我早有耳闻，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这么说来，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哎，来了来了！好险！贵子来了，贵子来啊！他就是齐格格。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齐小姐，我们可一直都在等你啊。酒准备好了，我们猎头啊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哦，想起来了，他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他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肯定不错吧？居然是香槟啊！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可以提前庆祝了。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做个快乐的肥宅。齐格格。齐小姐，谢谢。你的眼睛，一场意外，但我听你的声音，却有种熟悉感。熟悉。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不过这双鞋似乎不太合脚。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就算不合脚，也得拿下。我和齐小姐一样。但凡是看中的东西，一定不会放过。所以今天，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我看中的不是作品，而是你。忘了做自我介绍了，宁海司总裁齐东。宁海，我只听说过星耀，可没听过星空。我相信，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那就抱歉了，我选合作方和选鞋子一样，只喜欢经典款。经典款是过去式，创新才是未来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像所谓的创新，看起来夺人眼球。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对吧，大哥？如果想要走得更远，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
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一不留神摔了。二位是？哦，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祁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我相信用不了3年，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当然，毕竟你我师出同门，都毕业于卢米尼，我相信学妹的眼光。容我考虑一下。大哥眼睛不方便，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的墨镜。替我扔了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加上是为我们未来的份上，今天的事我原谅你了。还是我们家静静最懂事了，本来买了凌晨3点的飞机飞回去的，想让你明天一早睁眼就能看到我，结果临时出了点事，耽搁了。好吧，那你一定要尽快回来啊。放心。我们家静静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我怎么能错过呢？早点休息，晚安。晚安。高总，对不起，祁东下了死手，我还是把您的行程告诉了他。他不来横插一脚，我反而会不习惯。万一祁哥哥真选了祁东怎么办？他瞎了之后，只花了1年就能行动自如，现在又成立了子公司，难保他没什么野心。集团弃子，前途渺茫，选谁不是一目了然吗？哪位？是我。学妹叫我来，应该不止下棋那么简单吧？扮演一个贴心未婚夫很累吧？怎么说？不到15分钟的时间，学长看了5次手机，是怕家里那位突然查岗吧？齐小姐是想帮我解忧消愁。这一副残局困扰我许久，一直无法破解，直到遇见学长你。是吗？我想帮你登上星耀最高的位置，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被赘婿的身份所限制。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善意，一切都标好了价格。我要星耀15%的股份。你野心倒是不小。既然你看得出来，我是个有野心的女人，那你也只能选择我。我凭什么相信？凭我会除掉祁东，当做开胃菜送给你。提醒一下学妹，眼瞎并没有成为祁东的阻碍，不要小看他。我已经有了计划，你只需拭目以待。东哥，这齐格格眼光也太差了，竟然选了高珊珊。过早暴露底牌的人，注定只能是输家。齐格格必须是我的人。
东哥，你不是昨天那个胖子吗？跟上看看。你们要做什么？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一定很爽吧？啊？爽不爽啊？爽不爽啊？我也想感受感受。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算什么事儿？滚开！这和你没关系。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今天我就废了你！你自己闪开点。人呢？人呢？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你一直在跟踪我，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巧了，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我和她不一样。哦，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得不到的就把它毁掉。谢谢。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待我掌管星耀之后，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干果。齐总打算给我多少？让我猜一猜啊，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助她掌权星耀之后，给你10%的股份？再多一点点，我可以给你 double。30%。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你知道，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但是你的魄力，我很欣赏。所以，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明天一早，跟我回宁海。
那就预祝合作愉快。干得不错，谢了，破姐。拜拜。怎么样了，小破？悠悠姐，事情都办好了，你那边呢？放心，鱼已咬钩。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祁东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才是那个猎物。不过悠悠姐，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对祁东下手，反倒与他予以合作了？祁东虽然把自己训练的与常人无异，但我查他的病历，治疗并不理想。他是真侠，也不会想到我能活下来。所以，与其打草惊蛇，倒不如踩着他这颗垫脚石，登堂入室。我懂了，安国轩现在是半隐退状态，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可以利用祁东进入安家，接近安国轩。没错，不过祁东这只狐狸疑心很重，若是单刀直入，定会被他怀疑目的不纯。所以悠悠姐就利用鹬蚌相争，借由高珊珊引起祁东的注意，再设计英雄救美，引君入瓮。等我上位之后，再将他彻底铲除，那可比现在杀了他有趣多了。太狠了，我喜欢。前奏而已，游戏才刚刚开始。妈妈，我终于回来了。干妈，当初我出国的时候，我就应该强行把你带走。要是你出事了，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那样的话，我就不会知道真相，也不会知道是安国轩害我家破人亡。你认为你的冲动和幼稚能扳倒安国轩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八音盒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要不是渔船过去听到音乐声，怀疑有人落水，你的小命就不保了。复仇可不是逞一时之快。如果你想击败仇敌，你必须从长计议，步步为营。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把你送出国留学。等到你准备好了之后，再回宁海。从今天开始，之前的那个游泳已经死了，现在的你叫齐哥哥。站住！你是我的未婚妻，齐格格。齐总14啊，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安董消气了，可怜我，让我回来做管家。啊，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当狗，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那，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毕竟啊，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明白。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安董让我过来送花。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还是送花给我看的？安董的意思，14不敢揣测。齐小姐既然是齐总的未婚妻，那今晚的家宴，你一定会参加吧？当然。齐总，今天应该打黑领带。现在赶紧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自然是为你而来，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继续。我一直很好奇，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一查才知道，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不久之后就死了。不会是你杀的吧？看来你功课没少做。看来我猜对了。是又如何？
怎么，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不，我比他聪明，我知道该如何选择。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当然满意，未婚妻这个身份，才能更好的接近安国轩，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今晚的家宴，希望你好好配合我，好好表现。你怎么了？我在想，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开始，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将你大卸八块，分而食之。所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不能有半点的松懈。放心，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齐总，齐小姐，里面请。你来干什么？就这样欢迎你哥？我姓安，你姓齐，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再说，你个瞎子回来干什么？我眼瞎，你腿瘸，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你是谁啊？齐格格，我的未婚妻。叫嫂子吧。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消息。我这个人吧，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不像你，订婚宴都不去，非要跑去个海州，到最后还扑了个空。你们在海州见过？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和大嫂第一次见面。妹夫年纪轻轻，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对吧？没错，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就是为了找我。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只可惜我没兴趣。学长，特别巧，我和齐小姐啊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更巧的是，还是同门师兄妹。提东，你什么意思啊？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管好你的未婚夫。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你和你妈一样，居心叵测，为了上位不择手段。静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这么没礼貌。安叔叔好。我听14说了，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好，行了，先吃饭吧。吃饭吧。不去。小姐说她心情不好，就不下来吃饭了。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你说，这样吧，你给他备份饭菜，送到楼上去。是。见笑了啊，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都怪我。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祁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结果事没办成，还让静静误会了。不过却促成了大哥和祁小姐的良缘。对了，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恨一个人啊，需要一辈子；但爱上一个人，一瞬间就过。哥哥，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我得先下手为强，亲手为你戴上戒指，把你牢牢套住。祁小姐好本事啊，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不过，祁小姐，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说得好啊！既然是一家人，祁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好一出英雄救美！不过太巧了，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祁小姐？对啊，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不像你求而不得。看来祁小姐的出现，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是针锋相对了。不过他俩心知肚明，最让他俩不安的，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哎，祁小姐，你说他们两个，谁会拿下项目呢？安叔叔，您想问的是，祁东和高珊珊，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这几年呢，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在外面呢，有很多星耀的传言，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嘛。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
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销售断崖式下降。星耀急需一场变革，刮骨疗毒。所以，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绝地反击？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好一个杀出重围，绝地反击啊！齐小姐，果然是秀外慧中，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齐小姐，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你们两个呀，不是冤家不聚头，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多久没陪我下棋了？珊珊，下棋，吃饭。今早在墓地，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没错。你之所以没有揭发我的身份，是因为你想往下看，看我有没有本事走下去。现在看来，我眼光还不错。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安家，为了复仇吧？因为你恨，你痛恨祁东揭发你贪污项目款，更痛恨你忠心耿耿10年的主子安国轩让你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了宁海。你别自作聪明，我随时都可以揭发你的身份。3天前，你和一个富家女相爱，你想带她私奔，可是安国轩将你赶出了宁海，棒打鸳鸯。你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就死了。想不到你还是个情种。你想怎么样？既然我们都有秘密，目标又一致，不如你我2人联手。合作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祁东虽然眼瞎了，但他心没瞎。你一直潜伏在他身边，不怕有一天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吗？有人，祁东，刚才去哪儿了？你是在担心我吗？不过，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你害怕鬼啊？有时候，人比鬼可怕多了。那你怕我吗？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尤其是和你。
这次见齐总，他的行动越来越敏锐了，真不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这个儿子的确不简单呐。还有，查一下这个齐格格。是。我说了不吃，都给我拿走！不吃就不吃，瘦了过2天穿婚纱更漂亮。不要穿婚纱，我不要结婚！你跟那个齐哥哥都给我滚！珊珊，齐格格这种女人，不过就是一颗用过就废的棋子，而你跟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的世界只有你。当当，怎么样？是不是和悠悠姐在法国住的公寓一模一样？绝对不会让阮姨发现你偷偷回宁海了。来，悠悠姐，坐。其实，干妈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为我操心了。唉，你一张嘴，我可是跑断了腿。哎呦，从小你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为你打架出头，挨了多少骂啊！哎呀，打住打住，悠悠姐，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抱怨了。对了，悠悠姐，今天家宴怎么样？有没有大杀四方？祁东在安国轩面前向我求婚了。东哥，你求婚是认真的吗？我就觉得你对悠悠不一般。祁东这个疯子居然想出这招，不过我对我这个未婚夫倒是有点兴趣了。我这5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今晚我正式进入了安家。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联手高珊珊把祁东踢出局。安小姐，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店里新到了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您过目。珊珊，你帮我挑一件吧。好。请。这款怎么样？这款也太素了吧，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不灵不灵的。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您眼光可太好了，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那我带您过去。好，等我一下。
学长，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学妹的品味果然跟我很像，只是想不到学妹这么快就拿下祁东，成为我的大嫂了。我说过，它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菜。学妹准备怎么送上这一道开胃菜呢？我会加入星空，亲自操刀会展中心，假意帮他拿下项目，关键时刻釜底抽薪，届时学长便能坐享其成了。说的我都迫不及待。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静静，好，我马上来。大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怎么，只允许你结婚，不允许我订婚啊？没有，是你走错了，这里是更衣群。哦，是吗？完了，齐格格具体3围尺寸我给忘记了。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打给……啊，算了，我自己都忘记了。今天我让他交给我会展中心的设计初稿，估计他在忙，下次让他一起陪我来逛逛就得了。你慢慢挑吧。对了，记住，千万别瞎挑。我妹妹那个脾气啊，发起火来，后果很严重。大哥慢走。齐总好。看见齐格格了吗？没注意啊。正式入职的第1天，还适应吗？慑于齐总的淫威，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
方案呢？这个方案，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横跨了整栋建筑，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他是否会满意。设计方案的好坏，他并不在意。对付符总，还需对症下药。没想到，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老中医可算不上，但是治你绝对是足够了。说吧，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齐总应该听说过吧？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没错，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我在想，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也能占个近水楼台吧。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击剑是讲究速度、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比，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你没事吧？我看你不是瞎了，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有些事情不用看，要用心。我去，这大哥也太狠了吧！他就是个疯子，他已经有所收敛了。我觉得他就是借机报复，该不会是上次在婚纱店，他其实已经发现你和高珊珊密会了吧？照你这么说，那就和我怀疑的一样，他一直在跟我演戏，他装瞎。悠悠，你应该猜到了吧？
不管在你眼里我现在是怎样的人，你终究会明白我的。最近确实有进步，但是远远不够。如果你连我这样一个瞎子都打不赢的话，怎么拿下福总？更别说成为星耀的主人。咱们的合作也就这么结束吧。东哥，你明知道齐格格就是游游，他还暗中勾搭高珊珊，你不拆穿他，你还把他留在身边干嘛呀？拆穿？现在还不到时候。你我二人联手，东哥，游游还搭着14呢，这事儿我自有安排。悠悠姐，你看这个，14出车祸，意外身亡，石沉大海。他和5年前一样，心狠手辣，但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悠悠了。来啊！这个女人能在5年前那么极端的环境中活下来，卧薪尝胆酝酿复仇，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眼下我们只要拿下会展中心，就可以将高珊珊这颗眼中钉给彻底拔掉。我绝不会把悠悠让给任何人。
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5分钟做什么？化妆洗漱，迎接我准备给你的大餐。怎么不吃啊？不合胃口吗？瞎子做饭也能吃。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大费周章做这一桌子菜，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奖励你啊！奖励我？奖励你通过了考核，有资格去参加女子佩剑组的比赛了。那麻烦你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带我来你家？听你这意思是，你希望昨天晚上去的是你家？首先，作为我的未婚妻一直不来我家住，不妥当吧？其次，带你来就是来带你特训的。特训？就在这儿啊？昨天你因为压力大，还有贫血而晕倒，你需要补铁，否则以你现在的体能，根本撑不过3回。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可不是肉食动物。人类啊，自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超级的肉食动物。人一旦饿到了极点，不但会找肉吃，甚至还会吃人。而你如果想要战胜你的对手，最好的方式就是吃掉他的肉体，将它融于你的血肉，让他的力量填满你。快吃吧，这是你的必修课之一，改善体质。14的笔，你把它怎么了？怎么了？你该不会以为我把14给杀了，还把他分尸，然后把他给煮了吧？你杀的？警察现在就来抓你！开门看看，是不是你嘴里所说的警察？嗨，我们是曲总请来的造型团队。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改变造型。开始吧。是。
齐先生，造型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很好，比赛当天就这么穿。说的好像你能看到一样。用心感受的。什么意思？送给你了，如果你高兴的话，也可以送给警察做礼物。昨天最后那招，勤加练习。哇，悠悠姐，你怎么突然换造型了？还不是拜祁东所赐。14的死，安国轩那边有什么反应？哦，也就是在星耀官网上发了一则讣告，再给14家属一笔抚恤金。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这件事情不是意外。悠悠姐，你先坐。这件事情只有3种可能，名侦探小破是时候上线了。第一种自然是祁东干的，第二种应该是安国轩发现14回来的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以绝后患。至于这第3种嘛，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既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或许第3种情况是14假死。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祁东听到了你和14的对话，知道了你们要合作，他就弄死了14。悠悠姐，接下来可能就要对付你了。祁东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毕竟我这个未婚妻一旦有问题，他更别想从安国轩手里拿到星耀。如果他是装瞎，还知道了你的身份，不会是想把你一直留在身边，慢慢折磨你吧？不管他真瞎假瞎，我既然上了赌桌，就绝不会下去。东哥，副总，来了。副总，您对今年俱乐部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您今年能洗脱浮世六郎的称号吗？您的俱乐部已经连续垫底几年了，为何今年还要应战？击剑不仅是论剑，也是论道，更是论心。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决，其实呢是跟自己的挑战。我的队员看上去是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其实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我呢会一直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战胜自己。据说今年剑锋之道有人事调整，增加了新的队员，对此您怎么看呢？比赛嘛，其实靠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还有日积月累的钻研。如果某些人想走捷径的话，看你的，我劝他还是别白费心思，免得刀剑无眼。好，谢谢啊。谢谢您。好，谢谢副总，谢谢副总。副总，您千万别多想了，我和副总一样，只是非常单纯的喜欢击剑的感觉。喜欢哪一点？步步紧逼的感觉。就凭他。又来了。
行啊，这个，短短1个月就把悠悠调教成击剑行家了。他本来基础就好，你且看着吧。有点意思。悠悠这局赢得漂亮。就看这局了。这回终于是够呛。不过这接下来16进8，对手黄梦是去年的亚军，悠悠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悠悠完全落于下风了。您跟真正高手比，悠悠还是不行。看来是时候使出他的杀手锏。这招的关键是旋转、上步、机会，冲哥！这最后还是输了，功亏一篑啊！不，赢了。请问是齐小姐吗？我是。恭喜啊！谢谢。福总让我给您带个话，剑锋之道的大门会一直为您敞开，永久免费。嗯。高总，正如您所料，福总和安董有过节，两个人近些年从不出席同一场合，但具体原因不明。好一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总的意思是，正因为安国轩和福总是死对头，即便帮福总拿下了击剑冠军，也无济于事，所以祁东醉翁之意不在酒。击剑比赛是假，投其所好才是真。那既然祁东已经投其所好，祁格格又为高总所用，高总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干嘛这大早上的过来堵福总啊？对手不上台，祁格格的戏怎么演下去？哦，高总的意思是说，做给祁东看。让你安排的人准备好，
哎，高总放心。那个福总啊，福总，这么巧，小高总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向您这样的榜样前辈学习吗？有事求我吧？就是想陪您跑跑步而已。陪我啊？跟上我再说。这，卢米尼的长跑冠军，还跑不过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学长可真会隐藏实力。不隐藏实力，怎么凸显学妹的能力？那这么说，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你是得谢谢我，毕竟你陪福总晨跑击剑1个星期，一点成效都没有。我来帮你加加忙。哎，哥哥。谢福总。小高总啊，体力不行啊，看人家格格，小姑娘跑10公里比我快10分钟。哪儿的话，我怎么能跟福总年轻的时候比呢？我可是听说您以前全马跑经过3小时。好汉不提当年勇，老了老了。福总小心！没事吧？哥哥，慢点慢点，没事吧？哥哥慢点，起来。怎么了？我胳膊好像脱臼了。我带你去医院啊！你使不上力吧？哎，好了。好什么好？伤筋动骨100天，好好静养。等着啊，我再给你装副药。哦。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改变造型。贺伯，这个女孩是谁啊？哦，福总的女儿文文。女儿，启动这个狐狸。都说当爹的疼闺女，但是像福总这样疼女儿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文文喜欢击剑呢，他就建了个俱乐部；文文想比赛，他就赞助。哎，说来也巧啊，文文第一次到我医馆来啊，也是像你一样。胳膊脱臼，那丫头可比你坚强多了。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呀？3年前，文文自杀了。自杀？那她为什么会自杀呀？听说是因为失恋，一时想不开。唉，可惜了。那，这中药。早晚各1副，连服7天，外加红花油和艾草外敷。谢谢贺伯，那我先走了。哎，等等，这土特产啊，给副总拿上车。哦，好。那好了。哎呀，还挺沉的。怎么这么沉啊？这老贺真是老糊涂了，让你一受伤的姑娘拎这么重东西。没关系。东哥，
跟上。活动自如了。活动自如了。老贺这手真没话说啊。福总，对不起啊，我承认，我之前是为了会展中心的项目才参加击剑大赛的。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女儿的事，也不知道她喜欢击剑。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点来接近你。身居高位，来者必定有所求，很正常，没必要道歉。初心是假，但行动是真，这点我得谢谢你。我是年纪越大呀，越是把自己自我麻痹了。幸亏这些天你天天陪我击剑、跑步，我还真以为文文回来了。哦，对了，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启东来我这儿？好，3天后去宁远码头找我聊合作细节。啊？你呢，完成了我一个心愿，我肯定要回赠你。谢副总，不过为什么要去码头呢？文文走的那年，她生日，我答应她要带她出海钓鱼。你呢，就当完成我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吧。喏，谢副总，好好休息啊。副总早回吧。这段时间，你除了陪符号击剑、跑步、爬山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干。输了比赛，赢得符号的青睐，循序渐进铺垫关系，这不本就是你的计划吗？怎么有股中药味？你属狗的吧？我陪符号跑步，把胳膊弄伤了，他带我去了趟中医馆。哪只手受的伤啊？我来验一下。伸手。大夫说了，红花油，指腹不揉。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遵循医嘱是常识。既然如此，以后你就不要自作聪明，擅作主张。毕竟背着我搞小动作的代价，你承受不起。好自为之。觉得游游说实话了，你觉得呢？我觉得吧，她嘴里她就没实话。这女人是见人说人话，见鬼都不怕，
别忘了，他私下还跟高珊珊联系着呢。你觉得他说没说实话重要吗？也对，反正东哥你都留了后手了。14找到了吗？我正在加派人手，他肯定没离开宁海，尽快找到他。这小子肯定有事还瞒着没说。还有，徐鹏搬上车的东西不对劲，盯紧那家中医馆。好。你之前说的接私活就是在这当网管啊？悠悠姐，这家网吧可是宁海服务器配置最高、网速最快的，做网管只是个幌子。方便打游戏吧？没错。呸，才不是呢！网游我都已经戒了，号都送给那个小胖子了。这段时间我全心全意只为悠悠姐一个人服务。悠悠姐，你终于获得了副总的信任，下一步真打算背着祁东跟副总聊合作？我的选择一直是高珊珊，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高珊珊并不值得信任。在这个世上，除了你和干妈，我谁都不信。那你真的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赌一把了。但我赌的不是高珊珊的人品，而是人性。我指望的也不是她的善心，而是野心。等我拿下会展中心项目，助她扳倒祁东，再去和她谈判。咋了？钓不上鱼，搂不住了？福总说笑了，我是钓不到，您是不想钓。我看您这鱼饵都要被鱼给吃光了，也不见你起竿，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在这喂鱼呢。这鱼饵啊，多放点，这小鱼才能吃饱。这小鱼吃饱，你吃小鱼的大鱼才能上钩啊。不钓了，先吃饭吧。好。谢副总。Cheers。吃吧。真不好意思啊，副总，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尤其是海鱼，我海鱼过敏。哼，其实文文啊也不喜欢吃鱼，甚至都不喜欢击剑。啊？因为我喜欢，所以呢，我从小就让他练，天赋异禀啊。哎，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趁你啊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的，我非常喜欢她，她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纯洁无瑕，我非常珍惜。从小到大，我都给她最好，她要什么我给什么，只有一个条件，她不许离开我。可是，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我，要跟他私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14，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他只是一个小混混。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我明明没有吃鱼，我也没有喝酒，难道……对，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你要放在这儿。baby， 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非常的合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还往下跳吗？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你跑不掉悠悠，不难过，爸爸会魔法，可以让它完好如初。真的？嗯。妈妈快看，爸爸帮我修好了，是不是和新的一样？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你看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就因为有这条裂缝，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它是独属于我的。
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它也还在。这是你修好的吧？不过有些东西啊，破裂了就是破裂了，即便修好，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不装瞎，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游泳。明知道我的身份，还让我登堂入室；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还顺水推舟。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为什么要救你呢？很简单，如果我死在那儿，警方调查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继续。第二个，或许对你而言，我还有利用价值。我总有一种感觉，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所以，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你舍不得让我死。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本就对他心有怨言，你更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狠。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他却弃你如敝履，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我猜，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猜的是不错，只可惜啊，你的破绽太多了。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就能摸清你的底细。小时候，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长大后我才明白，即便修好了，裂缝也不会消失。所以，现在的我有破绽，毁了便是，这样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你猜的没有错，你对我的确还有用，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我保证，我能让你得偿所愿。悠悠姐，你看这报道上提到的中医馆土特产，祁东应该是利用你得到的信息，顺藤摸瓜查到了福总贪污受贿的证据，立即把福总送进监狱的吧？不过，既然祁东想利用贪污受贿扳倒福总，那为什么还要策划献祭事件啊？先后顺序错了，祁东的首选应该是利用我从符号手中拿下项目，至于把符号拉下马，应该是备选方案。哎呦，这些人怎么都人均800个心眼子，把我都搞糊涂了。看来我空有一颗做柯南的心，却长了一个小五郎的脑袋。没那么复杂，
祁东一早就查明了符号和文文的关系，所以他把我打造成第二个文文，想要一举拿下符总。不过后来他发现我和高珊珊暗中合作，就改变了策略，直接把符号给拉下马了。这样，他就和高珊珊回到同一起跑线了。悠悠姐这么一分析，全都通了。不过有一点我一直都想不通，那天在滨海餐厅，我看到了符号的司机徐鹏在偷录视频。我在想，如果祁东一早就买通了徐鹏，录视频来威胁符号，那他本就有机会直接拿下会展中心的项目，赢下高珊珊，又何必在占尽了优势的情况下，把符号送进监狱呢？这个祁东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之前也是，明知道悠悠姐的真实身份，还故意装瞎演这么久。祁东这个人的确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徐鹏躲起来了，我要你赶在祁东前面找到他，只要逼问出真相，让他交出祁东策划献祭事件的证据，就能借此制衡祁东，甚至将他送进监狱。找人这事我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还有件东西，帮我快递给高珊珊。高总，符总进去了。符号的新闻都铺天盖地，还需要你再来告诉我一遍吗？肯定是祁东搞的鬼。高总苦心经营那么久，还是被祁东那家伙给搅黄了。哦，对了，祁小姐的快递过来了。祁小姐系个墨镜过来干嘛呀？你说一个瞎子是怎么单枪匹马来到海滨餐厅，以一敌10，再跳海救人的？祁小姐是暗示祁东没瞎。哎，上钩了！看来我得亲手做一顿全鱼宴，恭喜大哥复明了。安导，这个祁格格身份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留学之前的经历都是空白的。你怎么看？只要存在的，就不可能会被抹掉痕迹，除非……说下去。有些人想故意抹掉过往的痕迹。有些事情吧，想抹是抹不掉的。哎呀，今天有口福啊！珊珊亲自下厨，让我尝尝。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说说吧，费那么大心思做了一桌子菜，有什么好事要宣布？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是为了庆祝祁小姐劫后余生。说来听听。符总这个衣冠禽兽，看起来是提携后辈，实则是觊觎祁小姐的美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祁小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大哥真厉害，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我特别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符总抓出来的？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的吗？怎么说的，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你的眼睛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好的？
去海州之前。好。大哥，既然你早就复明了，回来还继续装瞎，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你为他挡毒，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这是欺骗。爸，我记得你说过，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对吧？爸一向一言九鼎，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安叔叔，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您知道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是怎样的绝望吗？这样的生活，祁东他过了整整5年，5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失明让他失去了继承权，他只是想让安叔叔念及他的牺牲，重新回到星耀，为集团出一份力罢了。并且符号入狱是祁东举报的。我还以为大哥有什么高招呢，原来是贿赂符号不成，恼羞成怒，去举报他了。不，贿赂符号的另有其人。祁东让我接近他，也是为了探查线索和证据。因为祁东明白，符号恨星耀入骨，只要他在位一天，无论是星空还是星耀，都无法拿下会展中心项目。不只是会展中心，还有茂岗3期、金宇湾，只要是他手里的项目，一个都不会给星耀的。我从来不会原谅欺骗我的人，但是今天我原谅你，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我很满意。爸，你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安叔，是我的问题。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必须清楚。安叔叔，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而是应该嘉奖他。祁东功过相抵，倒是应该奖赏你呀，祁东，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打开看看。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祁兰，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这个水准放在现在也是顶尖的水平。没错，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祁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哦，你知道的？当然，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包括宁海广场，设计得非常好。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今天把它送给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祁兰当年一样的锐气。光有锐气有什么用？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再好的设计不能呈现出来，终归不过废纸一张。不，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
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你们两个谁拿下会展中心，谁就作为继承人，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妈妈，我作业都做完了。小滑头，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妈妈放心，我不会打扰你的。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你来做什么？刚才的表现很好。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不只是安国轩，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明了。你说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你呢？是敌是友？我是你的一把刀。都说利器在手，不可假人。你确实是把好刀，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只不过，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呀？怎么？你怕了？我提醒你，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你舍不得。从明天开始，搬到我的别墅来，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不错，这次只用了30分钟。比不上学长，跑完全程连汗都不用出。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兴师问罪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光凭庄虾这个屋顶，根本就搬不倒祁东。我不过就是想给祁东一个下马威而已。不过仔细一想，确实不如学妹顺水推舟，送给他一个人情来的实在。不让他感受到学妹的救火能力，又怎么让他把你留在身边，引火烧身呢？果然还是学长更深藏不露。如果连这点默契和洞察力都没有，岂不辜负学妹一番好心？更何况这场家宴，让战局更加明朗。安国轩终于把继承人之争搬到台面上来了。言归正传。现如今，符号倒台，会展中心项目的新负责人黄忠，我调查过，这个人刚正不阿，公事公办，所以想要拿下项目，就必须得在招标会上拿出点干货来。我打算的是先稳住祁东，在近水楼台拿到星空的投标报价，届时我的人会联系你，你再根据祁东的报价方案出招。
学长觉得这个计划满意吗？我现在可以回答学妹之前的问题。我是坐车来的，自然不会出海。我这个人天生喜欢走捷径，有学妹的帮助，何乐而不为呢？悠悠又跑去见高珊珊了。那昨天晚上他慷慨激昂一顿输出，在那演戏呢呗。东哥，我不明白啊，你说你为了悠悠下了那么多功夫，不就是想把他拉拢过来，一致对外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事实真相呢？这人呢，只会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东哥的意思是，让悠悠自己找到真相。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明白，我才是他最好的选择，他也才会全心全意地跟我合作。小哥哥，我的八音盒不见了，你能帮我找找吗？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你把它搞坏了，你得赔我。对不起。爱都喧闹，幸福都你会弹钢琴？不到。这样吧，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我就原谅你了。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却又想把这份爱抓牢。齐小姐，行李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你做什么？齐小姐，您见谅啊。东哥有要求，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齐小姐，手机，你放心，东哥吩咐过了，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我住哪儿？齐小姐，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已经收拾好了。这位呢是梅姐，另外，东哥在等你。既然这么喜欢黑暗，又何必花那功夫去治眼睛？那样的话，
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多可惜呀！行了，说正事，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我只好未雨绸缪。毕竟你前科累累。这么信不过我，又何必和我合作呢？信任啊，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这就说明我有信心，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友情提示一下，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但电脑没了，你让我怎么干活？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当然是我。哼，行啊，你这么能干，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我也乐得自在，就当在豪宅度假了。吃穿用度，你有什么需要，就找不凡和梅姐，他们会满足你。放心，我没打算给你省钱。继续。我帮你捏捏肩吧。小破，小破，悠悠姐在呢。情况如何？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晚饭的时候，我探了祁东的口风，
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稍等，我看看啊。出来了，标书出来了。梅姐早早睡觉了，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不足为惧。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启东这家伙有强迫症，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还有半个小时，我一会儿就下手。嗯。神经病，洗澡都不开灯。小破，密码0721。我说数据你来记。来不及了，悠悠姐。浴室的灯开了。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没关系，他也得吹头。按照之前的规律，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来得及吗，悠悠姐？没问题，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悠悠姐，他从浴室出来了，赶紧躲起来！知道了，别影响我记数据。悠悠姐，悠悠姐，赶紧躲起来！喂，喂，悠悠姐，悠悠姐。Surprise！ 你在我的书房。作为你的未婚妻，星耀未来的女主人，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标书已经完成了，你大可以放心。现在，出去。该死，还差一点。看你这样子，稳操胜券了吧？那就恭喜你了，夜以继日12天，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是吗？既然是恭喜，礼物呢？我就是啊。我这个礼物，齐总可还满意？
不好意思，我是肉食动物，你太俗了，早点睡吧。行吧，慰问结束。忘了告诉你，荤腥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晚安。小破，幸好悠悠姐早有备手，明天我就通知高珊珊去祁东家门口接应。只要悠悠姐想办法出门，就能把报价单送出去。东哥，我已经把摄像头信号全都给屏蔽了。那个，有屁快放吧。东哥，我怎么感觉你在这个猫鼠游戏里乐在其中呢？你是不是斗油油斗上瘾了呀？陪我喝点儿。啊，行。拿瓶儿。啊？干了。啊！东哥，你不是一直想这个顺水推舟，让瑶瑶故意把这个报价单传出去给高珊珊吗？你要不是斗瑶瑶的话，你一方面你又让我时刻监视她，你一方面你又让我除掉这些监控，你这不自相矛盾吗？瑶瑶聪明，高珊珊多疑。这消息啊，越难传出去，它就越真。我不是说过了吗？在竞标会结束之前，不准你踏出这个房子半步。在家待太久了，我现在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真是想出去透透气，还是说你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见见别人啊？你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那我出去，总不至于半个人影都见不到吧？别说是人影，鬼影你也别想见着。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不凡24小时紧紧看着你的。行。后天就是招标会了，我必须要想办法把报价单给送出去。只要受了伤，
就能出门了。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梅姐，哎，梅姐来了，帮帮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刚走开2分钟，去医院。我去备车啊。启东，我们去医院，走。高总，目标出现了，不过祁东好像受伤了，去医院。怎么样了，医生？他这个是轻2度烫伤，还好处理的及时啊，没什么大碍。后期呢，注意清洁卫生，避免感染啦。这个创面可以抹点烧伤膏，能促进愈合。再有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啊，辣的不能吃啊。一般情况下，2周左右就可以结痂愈合了。谢谢医生。没事儿。为什么要保护我？我说过，你是一把好刀，我是不会让一把好刀变钝的。那，你用我这把刀的代价有点大。你知道。东哥，东哥，东哥，你没事吧？我听梅姐说你被烫伤了，我这火急火燎从公司赶过来。你要植皮的话，就植我的。植皮只能植自己的皮。再说了，我伤的没有那么严重。哎，那就行。不对啊，不是梅姐做饭吗？怎么你被烫伤了呀？还没有缴费开药呢，去吧。东哥，怎么回事啊？这一出苦肉计，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还是学妹厉害，竟将祁东送进了医院。的确很让人意外。祁东皮糙肉厚的，被烫伤倒是没什么大不了。倒是学妹，没有受伤吧？我没事，不用担心。那就好。那报价单。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妈妈，你别离开我，我是悠悠。赶紧退出。学妹这是怎么了？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学妹倒是让我愈发感兴趣了。比不上学长，2副面孔，自由切换。这才是我认识的齐格格。
这齐格格还真有点本事啊！看来会展中心项目也是高总的囊中之物了。通知所有人，回公司加班修改竞标方案。这悠悠对自己太狠了，为了传递情报不惜自残。幸亏东哥你护住他了，要不然他肯定中毒烫伤啊！他为了复仇，连命都可以不要。烫伤算得了什么？那东哥你干嘛管他呀？你让他烫伤不就完了？如果他中毒烫伤了，谁去给高珊珊传递情报？你去啊？不是，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如果我们2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我宁愿那个人是我。东哥，你不会喜欢上悠悠了吧？我这是为了不让事态发展变得严重，你懂什么你？恢复的这么快啊？我才刚走一会儿，你已经可以打人了？所以，我已经可以出院了。哎，不是，东哥，你不多住2天啊？想住你自己住吧。哎，这个要怎么弄啊？我看一下。这儿。哦，对，就这个数。这份价格明显高了。哦，还有这个可行性更高一些。你们2个先对。那我们再问一下，你看这个地方。静静，你怎么来了？先散会，散会。你不是说当齐哥哥是棋子吗？怎么跟齐东争上眼了？他的位置要争，他的女人也要抢。走，快！走。3年前，你说要养一只加菲，我去宠物店给你选猫，被你误会我和女店员的关系，最后那只猫被你丢了。谢丽，你的康复医生，我和他见面讨论你的康复状况，被你误会。你大闹康复科医院，这个医生也被停职了。娜娜，你曾经最好的闺蜜，我和她约见在咖啡馆，准备给你一个求婚的惊喜，结果被偷拍。你和你的闺蜜彻底决裂，求婚惊喜也被搞砸了。别说了。你别说了，静静，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你是被这张轮椅困住了，才会想东想西，忐忑不安的，对不对？珊珊，珊珊，别生气了，珊珊，要不然我回去之后把保镖都开了。我不拍了，好不好？静静，你不
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那七格格呢？就像照片上其他女人一样，都只是我讨好你的工具。对不起，珊珊，我错了。对，你的确错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了你，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在一起，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你只会在家胡思乱想，疑神疑鬼，怀疑自己的未婚夫。你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吗？你有在这次的继承人之争做哪怕丝毫的贡献吗？你知道这次如果输给了祁东，后果会有多严重吗？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找其他女人的。七哥哥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保证我比他做的更好。你相信我好不好，珊珊？你相信我啊！我当然相信你了，但是需要行动证明。我为我们的未来努力了，你也要努力，是不是？徐鹏，你跑不掉。您好，我是花之语的园艺师，负责您家的月季花驱虫。这是我的证件。怎么换人了？我记得之前是个小伙子。啊，没错，他离职回老家结婚了，以后齐先生家由我来负责。请进吧。这边，月季是一种很容易生虫的花，不同的虫子需要不同的药物。你看，比如这个刺蛾就需要用敌百虫来喷洒，而介壳虫则需要扑湿灵可湿性粉剂进行喷洒。齐小姐，齐总特别喜欢月季，所以一直有请专业的园艺师打理。巧了，我也喜欢月季。去忙吧，梅姐，这儿我看着就行。正好跟专业人士请教一下。啊，那麻烦齐小姐。悠悠姐，徐鹏找到了，这个家伙好赌，我黑了他境外博彩的账号，查到了 IP 地址，你猜他藏在哪儿？别卖关子。他就藏在被查封的中医馆，真是灯下黑。逃得过初一，逃不过15。像这种毒虫，早晚都是死。你的伤好些了吗？这么关心我？我是担心你下午招标会因为受伤发挥失常，责怪到我头上了。我对我的方案很有信心。怎么，想要到现场一睹为快？我可不去。稳赢的局有什么看头？看来你很喜欢险中求胜。比起毫无悬念的结果，你我都更喜欢出其不意的转折
不是吗？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帮我选条领带吧。就它吧。确实是你的风格。什么风格？花之下藏刺。那你要小心被刺伤了。除了你，没有人伤得了我。你今天就在家等我凯旋，千万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乱跑。你放心，今天我会亲自下厨，做一桌好菜，等你凯旋庆功。不过这一次我会小心油锅，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人贵真是，非得让我盯着油做饭干什么呀？齐小姐，又炸油锅呀！齐小姐，齐小姐，糟了！经评审小组商定，此次临海会展中心竞标会中标的公司为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恭喜！恭喜！嗨，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做什么？当然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
瞧你吓的，我逗你呢。你要干嘛？我想帮你啊。帮我？我这个人向来爱憎分明，只要你交出视频，说出指使你的人，我便既往不咎。什么视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的话，我只能叫警察了。找死！哎呀，你对我做了什么？瞧瞧你！记性真不好，这不是你前主子惯用的招数吗？我在你的毛巾里加了点料。我这个人不懂针灸，偏偏好奇心很重。你说我这一针要是扎进你太阳穴里，会不会让你想起点什么？我不信你敢扎我！我说，你先把针拿开，你先拿开。说吧，谁指使你那天偷录视频的？高珊珊。祁东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颠倒黑白？我没骗你，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的。高珊珊深知副总对安国轩恨之入骨，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将项目交给星耀。就凭你每天陪副总跑步，别做梦了。于是他便提出，在继承星耀之后，将10%的股权给副总，而你便是作为赠品打包在这笔交易当中。但事实上，高珊珊连这10%的股份都不想给副总，于是他便拿钱砸我，让我偷录下他讲侵犯你的视频，以便作为把柄要挟副总。视频在哪儿？我按照高珊珊助理的指示，去停车场与他碰头，交出视频，换回我的尾款。喂，我到了。放心吧，视频只有 U 盘里这一份，绝对没有备份。抢了？就在你跳海的第2天，符号出事之前。臭死！当初在餐厅就应该弄死你！你居然没死啊！既然你来了，我猜祁东应该也来了吧？聪明。看这情形，你应该已经拿下会展中心项目。多亏了你，如果不是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苦心传递报价，我又怎么能在今天的招标大会上大获全胜呢？看来你每一步都已经算好了。如果我算好每一步的话，我就不会让你露出这个人渣手来。够了，祁东。
晕过去了。不必为这种人脏了手。对了，这支钢笔，你的吧？车祸当天捡到的，原本想要还给你，但你小子跟我玩消失啊，所以我只好物尽其用，借花献佛。这个是文文送你的定情信物吧？是，谢谢啊。钢笔可以给你，不过这个定位器……麻烦解释一下。这里的事情需要有人兜底，而我伪造死亡假象本身已经违背法律了。符号完了，我心愿也了了。早该戒了。其实他一直都不喜欢我抽烟。我答应他了，却一直都没戒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有些事情可以慢慢做。现在想想，高珊珊不是你对手，但你务必要小心安国轩这个人。他这个人极其的狠辣，他比任何人都要心狠手辣，而且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掉任何人。放心吧。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唉，这么多年确实太累了，终于能给自己放个假了。倒是你啊，如果喜欢就去争取，再多的难言之隐，再多的阻碍，那都不是问题。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你出现之后再出手吗？我就是要看到悠悠，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你的反应。你看中的可不只是他的能力，你真的在乎他。我是过来人，心里跟明镜似的。我跟你说，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还有那些纠葛过往，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一点，我只能追悔莫及了。但你还有能力改变。我帮你。对我来说，进去了，我心里更踏实。走了。我会替你找最好的律师，好好保重。徐鹏拍的视频，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东西？曝光，符号强奸未遂，高珊珊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视频加上徐鹏的作证，足够把高珊珊送进去。你这是干什么？我最终的对手是安国轩，为了这么一个高珊珊，把你搭进去，不值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符号对文文只是普通的父女之情，所以让你去应付符号。只是你选了高珊珊，没有选我。你明知道献祭事件是高珊珊所为，不告诉我，还配合我演一出戏，我怎么敢选择你啊？彼此彼此吧，你不也一直利用我，暗中给高珊珊助力吗？我知道，其实你心中一直有一根刺。
你担心我找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你、折磨你。但是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弄瞎我眼睛，早在5年前，我将你扔下大海的时候，就已经两清了。5年前你把我扔下海，其实是给安国轩演的一场戏吧。你真想杀我，有千万种方式，为什么要选择破绽最多的那一种？附近有那么多渔船，只要我幸运一点，就会有渔民把我救上来。对你而言，我是你扳倒安国轩最大的助力；对我而言，你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两清了，是时候开启真正的合作了。中标的公司为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谁拿下会展中心，谁就作为继承人，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珊珊，珊珊，你先下来好不好？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商量。商量？你爸会给我机会商量，启东会给我机会商量。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努力吗？我已经想办法让这次招标会的评委让这次竞标作废了，我们还有机会。珊珊，下来。静静，我是真的爱你啊！我不想被说成什么赘婿，我也不想被人看不起，我想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你。没有的，你一直都做得很好，是我不够好，所以这一次，就让我为你做出努力，为我们做出努力，好不好？静静，我许诺你的未来还没有实现，我怎么会死呢？珊珊，吓死我了！我只是害怕招标会失败了，
会对我失望，对我们的关系失望，你会因此离开我。珊珊，怎么这么傻？静静，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推开我，好不好？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我真的累了，我真的害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了。相信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我这次来，除了带来招标会的消息，我还带来一个人。出来吧，东哥，东哥，有个坏消息。没事，你说吧。瀚海集团那边传来消息说，这轮竞标的结果作废了，下周重新开始竞标。理由有群众举报称，天域建工那边暗中窃取了星耀集团的竞标数据，证据确凿，天域也被取消了竞标资格，天域那边也照单全收了，没有任何异议。好一个自导自演，一定是高珊珊买通了天域的竞标负责人，做好了竞标失败的备案。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想办法瞒住徐鹏被抓的消息，先不要打草惊蛇。还要劳烦齐总陪我演一出戏，让高珊珊以为我还为他所用。随时奉陪。出来吧。这不是齐东家的保姆？安小姐救了我女儿的命，我是来报恩的。珊珊，梅姐现在算是咱们自己人。你大半夜的跑到我的书房来干什么？我来安慰你啊。安慰我？竞标赢了，招标会却作废了，心里不大好受吧？看你的样子，好像没睡好。这出戏，你到底还要跟我演多久？我演什么戏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想尽办法给他传递报价单，你有证据吗？你为了给他传递报价单，导致我烫伤，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从现在起，不准你踏出房间半步。松手！你松开我！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放开我！齐东，你放开我！齐东，放开我！齐东，对不起。齐东，你放开我！你放开我！齐东。
干什么？我今天就绑你！我告诉你，你敢绑我？启东，你现在马上放开我！厅长，你敢咬我，这个就是你的下场！我饿你3天，我看你还有没有劲儿！启东，启东，放开我！这大半夜的，怎么吵起来了？把他给我看住了，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那还用给齐小姐送饭吗？1日3餐，照送不误。齐小姐，我来送早餐。进来吧。齐小姐，吃早餐了。我手被绑着，怎么吃啊？可是齐总让我看着你。哎呀，就是吃个饭而已，我又跑不了。再说了，我要是饿坏了，你也不好交差，是不是啊？那好吧。齐小姐，您可千万不能跑啊！啊，放心吧。高总，齐小姐已经顺利出逃。高总，人来了。这段时间辛苦学妹了。学妹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不惜自残给你传递消息，你竟然输了，你在玩我吗？真是有趣啊！我还没有问学妹报价单的问题，学妹倒是先问起了我。怀疑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我做人的准则，请学妹相信我。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我们。祁东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我对你而言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何谈我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人与我同行。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别把你对安静静那招拿来对付我。七哥哥，你知道你身上哪一点最打动我？是你的登顶之喜。我喜欢你，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想要逆天改命，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什么道德仁义、自由理想、忠贞爱情，不过就是上位者给下位者戴的紧箍咒。既然我们都不屑这些凡俗的规则，不如就打破它，一起携手走到最高的位置，看一看那里的风景。
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啊！可是，站在最高的位置，那一步步的阶梯，又是由谁的尸骨铺成的呢？放心，不会是学妹的。祁东对姜过敏，这是一瓶提纯的姜汁。5天后他的生日，只需要放1两滴到他的饭菜里，他就是我们登高望远的阶梯。杀人的事情我可没做过。什么杀人？只不过就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学长对这种事情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嘛。你很想了解我？我还有很多秘密，慢慢的告诉你。小破，帮我查一下安静静瘫痪的事。悠悠姐，你是怀疑当年安静静滑雪导致瘫痪，并非意外。高珊珊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可以为了会展中心献祭我，也可以为了招标会下毒害祁东，他自然也可以为了安家女婿的身份陷害安静静。哎，不好！哎呦，我的排骨！什么味道啊？不好意思啊，祁总，菜不小心烧糊了。他怎么样了？都挺好的。那个早饭我喂他吃的，吃了不少。祁总，您放心吧。午饭我端上去了。还是我去吧。祁小姐正在气头上，我怕你俩一见面又得干仗。想通了还是气消了？亲自来给我送饭啊？你给他送的吧？我看祁小姐绑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就擅作主张。要不是梅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新方案。这新方案就当我将功补过，我们可以休战了吧？你以为就凭这个设计初稿，我们之前的恩怨就能一笔勾销吗？那你总不能一直把我绑着吧？你还有5天时间，完善设计方案。不过，别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放心吧，我可不想再被绑着。
你只剩48小时。梅姐，戚小姐，你怎么下来了？你别担心啊，我今天既不会把厨房烧了，也不会把自己烫了的。今天是祁东的生日，我想亲手煮一碗面，和他缓和一下关系。那好吧，我这也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喊我啊。好。怎么，又来偷看标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的确盗了你不少时间，害得你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还真忘了，可别跟我说你从来不过生日那套。我的确不过生日，对我来说，过生日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过，你给我做的这碗长寿面，正好是我妈妈最爱吃的面筋面。那就巧了，我还真的就只会做面结面，是我妈妈教的。都说头七那一天，死去亲人的灵魂会回家。我妈妈头七那一天，我给她做了一碗面结面。对我来说，那一天比生日更加重要。行了，不说这些了。等等，我都没来得及准备蜡烛，但是仪式感是要有的。许个愿吧。哦，对了，刚刚你告诉我一个秘密，现在我还给你一个。我在里面加了姜汁，你准备好了吗？该你表演了。好了，可以许愿了。快吃吧，面都坨了。
你怎么了？启东，启东，启东，你没事吧？启东，梅姐，快叫救护车！梅姐，梅姐，哎，快叫救护车！哦，马上啊！高总，梅姐刚才回消息了，明天的招标大会，启东肯定去不了了。今晚的酒真美，可惜启东只能在医院度过。高总，您明明已经收服了梅姐，为什么还让齐格格动手啊？莫非您是怀疑齐格格和齐东里应外合，传递虚假情报？这一次竞标失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齐格格假意投诚，和齐东联手做局；另一种是齐东发现齐格格背叛，做局骗了他。哦，如果齐格格是假意投诚，那他动手就是背刺齐东，他们联盟就会瓦解。倘若齐格格是被骗，此举可以检验他合作是否真诚。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齐格格对付齐东，对我来说就是百利无害。会展中心是宁海市地标性的重大工程和加快对外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设施。它的建成将有效地带动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全方位的集聚，有力地提升宁海市的城市能级和形象。我很期待在座的各位建筑界的栋梁能够最近血压还是有点高，得记得按时吃药。你说他们两个谁会中标啊？听说齐总生病住院了，无法参加竞标，高总一面谈。大家好，我是星耀集团的负责人高珊珊。这一次呢，我们特意邀请了英国、法国的著名设计师参与此次的设计。我们将采用新型的环保材料，使未来感与自然相碰撞，从而成为更好的宁海市地标性建筑。非常谢谢大家。下面有请4号代表。4号星耀集团子公司星空的代表到了吗？如若按规定时间未到场，则视为自动弃权。4号代表未到场，我宣布4号标做。等等。大家好，我是星空公司的负责人齐东。宁海自古以来就有江南水乡的美称，而如今临近水岸的会议中心，将传统油纸伞的概念融入到了设计当中，笑迎八方客。我一直认为一座充满活力、充满地域特色的会展综合体，它不应该只承担起展览的功能，它更应该承担起城市属性、地方属性的特色，既有朦胧灵动轻盈之美，
更有敢立于尖端之上，不惧风霜的魄力。这就是我们想给世人看到的宁海的形象。看来这个高珊珊和我儿子比啊，道行还是不够啊。下面由我来宣布竞标结果：幸福万家89分，天海集团83分，星耀集团90分，星空95分，星空中标。恭喜你们啊！感谢。设计方案和标书啊都很有锐气，只不过那个8%不是偶然吧？还是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先要降本增效，将下浮利率控制在8%。我们星空也可以。好，再次恭喜你们，合作愉快，希望你们早日开工。好。好一招兵不厌诈，确切来说，这叫将计就计。别高兴得太早，齐哥哥确实是一把利器，可是太锋利了，小心伤人伤己。不过，大哥要是哪天觉得用得不顺手了，我完全可以代劳。你错了，齐哥哥是刀，也是执刀之人，而你只是案板上的鱼肉罢了。第一次听大哥这么议论一个人，我猜你真的是对他动心了。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好办。看来我猜对了。你若是敢动，我杀了你。游戏还没结束呢。谢谢。今天看高珊珊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是太爽，我心里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我也是。哦，话说，你是怎么发现梅姐异常的？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是当然，可惜只是让高珊珊失去竞标机会，没能把这个家伙送进监狱。要不是你把视频给毁了，人证物证俱在，肯定能让高珊珊身败名裂。可惜了。更可惜的是那碗面吧。你等一下。好面不怕晚，吸取了昨天的经验，今天这碗保准更地道。
尝尝。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啊。你可不能喝，你伤口没好呢。你喝这个。怎么没了呀？你喝的够多了。小瞧我，想当年我在夜店卖酒的时候，那可是销冠，放眼整个芭提雅，属我最能喝。啊，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我最讨厌别人同情我了，他们只会一边说我可怜，一边从我身上压榨利益，占取便宜。我和他们不一样。你当然不一样了，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安国轩和你，我没醉，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你说，你这么恨他，难道他不是你亲生父亲？假如一切重来过，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我也希望他不是。想再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你当然不一样，你可是我仇人的儿子。东哥，梅姐那边已经开除了。我知道了，被拔掉了卧底，高珊珊能消停一阵了吧？他这人睚眦必报，很快会再有动作，不能掉以轻心。
安叔来了，说吧，15分钟。那我就用这15分钟，让您陪我钓钓鱼。陪你钓鱼？这根鱼竿是当年我送给你父亲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还在啊。是啊，当年你、我爸、刘震被称为铁三角，拿一个项目那是绞尽脑汁。我爸还假装新加坡华裔，装模作样的陪人钓鱼谈生意。那个项目啊，1分钱没挣。你爸这个大老粗啊，假戏真做，还真爱上钓鱼了。我就跟尤真一起凑了钱，买来这根鱼竿送给他。你别小瞧这鱼竿啊，纯进口的，叫什么高度碳纤维和钛合金啊。说是啊，这个重量轻，韧性好，灵敏度高。你看，手感还真不错。哎呀，看起来挺新的，你爸不太舍得用吧？这个鱼竿一共就用过2回，一回是在我爸入狱前，一回是现在。我爸入狱前，最后一次钓鱼也是在这里。他说幸福花园强拆的事怨不得谁，是他自己疏忽造成的。他也是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幸福花园项目必须你来扛，这事由不得你。姓安的，你就不怕我进去了，把你10年前那些烂事给抖出来吗？你儿子珊珊在法国卢米尼建筑设计学院还有1年就毕业了吧？放心，我一直派人照顾着他呢。他能不能顺利毕业，就看你的父爱有多深了。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悉心栽培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是我未来的女婿，更是因为你父亲。我希望你的肩膀上能担起星耀这个重担，但看来啊，是我拔苗助长了。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比不上你爸这个大老粗。是啊，我爸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读书少，不按常理出牌；最大的缺点也是读书少，被人当枪使了也不知道。很多年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亮出你的底牌吧。不愧是安东。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由朕来背。安董觉得这个分量够足吗？哎呀，这个录音哪儿来的？我爸入狱前给我的。他说关键时候会有用，本来不想拿出来的，但是你亲生儿子逼我逼得太紧了。这个老高啊，还留了这么一手。开个条件，换你这个录音。这个录音我已经备份。丢湖里的，就算是送给安董的开胃小菜吧。你的胃口不小啊！我爸稀里糊涂的死在了监狱里，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我不一样，对吧，安叔？喂，小破。刘姐，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今早看到了星耀官网上宣布高珊珊兼任子公司星空的总经理，
并负责会展中心的项目，祁东被降为星空的副总了。什么？会展中心的项目交给高珊珊，看来对你没什么影响吗？准确来说，我只是对于你的出尔反尔，并不感到意外而已。你只是对外宣布了会展中心项目的归属权，并没有对外宣布集团总经理的任命，说明这只是你的缓兵之计而已。都说知子莫若父，但依我看，你倒是很会揣测我的心思。那让我来猜猜，高珊珊握住了你什么把柄，对吗？看来我猜对了，我知道怎么做了。下周一，我会宣布任命高珊珊为集团总经理。1周时间，够了。学妹，这是来找祁东吗？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有。要想知道原因的话，就跟我走一趟。你请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欣赏你的球技吧？学妹应该还不知道，我不仅取代了祁东成为星空集团的负责人，下周股东大会，安董还会当众任命我为集团总经理，并且给我30%的股份。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每次都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起死回生。说说吧，我倒是挺好奇的，能把安国轩都拿捏的，会是什么阴招啊？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和安董钓了个鱼而已。钓鱼嘛，只要钩下的深，饵放的足，再大的鱼也会咬钩的。学妹这是干嘛？可真是太让我伤心了。你也有心。感受到了吗？他在滴血。他说他生平最讨厌被背叛。你给我放手！记得不久之前，我还和学妹在这里打高尔夫，如今是伤透了我的心，得补偿我，得补偿我。放开我！放开我！放手！高珊珊，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放开！启东，不要！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哥发这么大脾气，有意思啊！我警告过你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怨不得我。我难免不会认为学妹是不是暗示我可以？
悠悠姐，怎么回事？祁东把高珊珊爆头了。高珊珊提前报的警，然后故意利用我激怒祁东，这样下周股东大会之前，祁东就只能待在看守所了，这样高珊珊就高枕无忧了。这个祁东也是，之前不是一直挺冷静的吗？怎么这次这么沉不住气啊？也怪我，我太想套出高珊珊手里到底有安国轩什么把柄了，才会中了他的圈套。太可惜了，本来悠悠姐和祁东可以强强联合，就被高珊珊这么一出打乱了节奏。接下来只能悠悠姐孤军奋战了。在祁东出来之前，我必须得赶紧找到线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才不会让高珊珊得逞。可是高珊珊到底掌握了什么把柄？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啊。不过就是和安董钓了个鱼而已，再大的鱼也会咬钩。我想起来了，之前他提过和安国轩一起钓鱼，或许那里会有线索。小破，你能不能查到他平时喜欢去哪儿钓鱼？小 case， 都是机操。确定是这个人吗？是的。好，谢谢。不用谢。悠悠姐，打听清楚了，有个大哥看见2个人在这儿钓鱼，年轻的那个好像就是高珊珊，看见他把像是录音笔的东西扔进湖里了。联系潜水员。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公司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由朕来背。录音笔在水里浸泡太久了，只能恢复这么多。够了，这就是10年前我爸妈出事前的录音了，而录音的人应该是高清。这份录音应该是高清入狱前留给他儿子用来制衡安国轩的杀手锏。不论付出多大代价，这份完整的录音一定要拿到。这录音可是高珊珊上位的重要筹码，我要是他，肯定做个加密，即便被人窃取，对方也打不开。与其冒险去偷，倒不如让他主动把录音交出来。只要我们抓住高珊珊的把柄，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他自然会用录音来换。难怪悠悠姐之前让我调查安静静瘫痪的事，可我已经调查过了，安静静的滑雪事故都已经立案审判了，安国轩不接受任何调解。肇事者刘飞被判了3年。高珊珊这个人精于算计，又善于给自己留退路。凭我的直觉，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刘飞现在人在哪儿？这个家伙出狱后完全查不到任何消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那更能证明高珊珊心里有鬼。刘飞在宁海还有亲属吗？我查过了，让我找找。找到了，悠悠姐。这么巧，刘飞有一个表妹在宁海，8年前和刘飞一起来宁海的，叫陈曦，就在这家婚纱店做店长。上次那件婚纱的风格我不太喜欢，这次试试这件吧。齐小姐眼光真好，这款婚纱是刚到店的最新款。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怎么跑这么远来到宁海啊？家里条件不太好，跟我表哥一起来的。啊，那你表哥是做什么的呀？店长，店长，店长。啊，不好意思啊，齐小姐。没关系，去忙吧。啊，安小姐。你就是陈曦啊，你过来，过来，蹲下来，凑近点。
这个银行账户是你的吗？哦，别动啊！胆子真大啊！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敢勾引我的男人！我没有，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转账记录在这还敢狡辩？今天你不但要把钱给吐出来，你还得留下点东西来。不要，店长，再敢往前一步，信不信我把你们店砸了？都别动啊！安静静，你是不是太久没见到你哥，有点想他了？要不要我送你进拘留所，让你们兄妹团聚一下？你怎么在这儿？把他手机给我收了！还敢动？你们都把手机拿出来，拍下来就直接发到网上去。我就不信他还能抢得过来，出了事我负责。小姐，要不我们算了吧？算你今天走运。走。等等，安静静，我告诉你，这条视频我会一直存着。如果你再敢来找晨曦和这家婚纱店的麻烦，那我们警察局见。七哥哥，你得意不了太久了，就3天，你输定了。走。你没事吧？我扶你起来。没事的，我没事，谢谢，谢谢你。刘姐真厉害，这都让你套出来了，还不是老天爷帮忙。安静静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高珊珊，结果被他查到高珊珊时不时的给晨曦转账，还以为他包养小三呢。但其实晨曦只是中间过一道账，他会把钱取出来拿给刘飞。有了这些转账记录和晨曦的口供，只要再找到刘飞，就能拿捏高珊珊了。是这样，不过现在晨曦也不知道刘飞人在哪，只知道他好赌，没钱就会让高珊珊给他转账，然后晨曦再把取出来的现金放在他指定的位置。那咱们再等等。我可等不了了。可是只凭这些转账记录，高珊珊会交出录音吗？不知道，但即便没有多大的把握，我也得试一试。学妹，怎么一个人来了？祁东呢？怎么没有陪着你？哦，我忘了，他还在拘留所里蹲着呢。正常交易，我一个人来足够了。但如果你想玩阴招的话，要蹲的恐怕就不是拘留所，而是监狱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得多谢安静静，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你。她送的大礼，我自然是要照单全收的。又被人查完。录音呢？我倒是特别好奇，你怎么知道我拿捏安国轩的证据是录音？这不就巧了吗？学长喜欢钓鱼，而我喜欢潜水，老天也在帮我。佩服，我现在倒是有些后悔了，当初应该好好珍惜学妹。有学妹的辅佐，我哪用得着什么录音啊？不必废话，进正题吧。刘飞兄妹现在在我手上，并且他们愿意配合我指证你。
录音在这儿。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口锅都是由朕来背。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由朕一个人给打沉？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机会，把这个绊脚石给清除掉。谁让你进来的？东西没问题，录音笔给我，所有的备份都删除掉吧。要想交易，货总得备齐吧？他们兄妹人呢？人我不能交给你，你也别无选择。那总得让我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让你的人拍段视频过来。看来你没有诚意和我做交易啊。没诚意的是你。刘飞现在叫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个新身份，他现在已经改名换姓了。你连人都没见过，在这给我唱什么空城计呢？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到我这边来，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就抱歉了，你实在太恶心了，我无法说服我自己。安静静说的没错，只要是祁东的东西，我都想得到，包括你。我杀了你！你要杀了他，我可就是人证了。林飞，你怎么在这儿？你要杀我灭口，我自然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毕竟这天底下就没有比拘留所更安全的地方。那你进拘留所是为了找他？没错，不然我为什么要脏了自己的手？果然论起玩心眼，10个高珊珊也不是祁东的对手。高珊珊，别过来！我们已经报警了，你就束手就擒吧。刚才的故意杀人罪，加上你4年前买通刘飞致使安静静残疾，够你在牢里蹲个10年8年的。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安国轩的录音曝光。报！你现在就报，我求之不得。最好安国轩跟你一块儿进去，到时候整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好啊，大不了鱼死网破。安国轩出事了，星耀也会受到牵连，到时候你祁东只会得到一具没有价值的空壳。这是你们逼我的。珊珊，不要！安静静，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要让你看清他这副嘴脸。你的腿就是高珊珊弄残的。4年前，他买通刘飞，故意在滑雪场撞你，弄残你的腿，然后让你一步步沦陷，再也离不开他。珊珊，警察要来了，你要挟持我，你才能跑。安静静，你疯了吧？啊！你放开他，可以让你走，你以为我会信？你们要是敢过来，就让他给我陪死！珊珊，你快走！这里交给你了，回去小心。
再过一会儿，我的人就会来接我，到时候祁东一辈子都找不着我，而且还有你在这陪我。祁东，你快报警！别让高珊珊逃走！珊珊，你放了他！我已经报警了。祁东，你赢不了我的。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杀了他。反正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接我，这辈子都找不到我的。珊珊，我弄死你！到哪了？悠悠！凝望脆弱虚假的面庞，我欲火燃烧，不会昂扬。将每一段亲密的平淡，你的繁华离场，记录下不可收敛的谎，学会将情感假意的对味，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爱名为谁？啊，我用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无悔肮脏的忧伤，罪欲在膨胀，沉默意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假意的对味，忏悔恶意的伪装被击退，是非将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泪。祁东，祁东。
妈妈，我很快就来陪你了。小哥哥，你能帮帮我吗？小哥哥，小哥哥。怎么睡着了？怎么这么多汗啊？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结果发现你不在病房，我都猜到你跑到启东这儿来了。这是我给你煲的汤，小火慢炖了5个小时。医生说你身体恢复最需要的就是营养了，所以我就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你快尝尝。小破，谢谢你。不过悠悠姐，你现在刚刚伤愈，医生说你要安心静养，就别过来陪床了。不陪床我不安心啊，我这样一直守着他，我就觉得下一秒他可能就醒过来了。可是启东已经昏迷了那么多天了，悠悠姐，你要守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他救了我的命，他一刻不醒过来，我一刻都不会离开。东哥，你嘘。刚发生什么了？七小姐，我只不过在马桶上打了一个盹，你人就不见了。幸亏我及时发现，这液都输完了，空气都进血管了，都不知道。可我刚刚检查过的。再怎么说你也是病人，没发现很正常吗？你先回去休息吧，东哥交给我就行了啊。那可不行。那我就按铃儿，让你的主治医师抓你回去。悠悠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走吧。多，安全了。
刚多险呀！幸亏有我随机应变啊！记你一个。哎，不过东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悠悠你醒了呀？莫非你是在享受悠悠对你的关心和照顾？还是说你觉得绑架这个事儿是高珊珊和悠悠里应外合，所以你想探查一下？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放心吧，东哥，我一定会配合好，演好这出。戚小姐，你怎么又来了？我已经康复出院了，我的身份不再是病人，而是祁东的未婚妻。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吧。不是，可是什么可是？你一天一半的时间都在厕所，也不知道你是在照顾祁东，还是在照顾马桶。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反正这儿的厕所也没有家里的舒服。这么安静的样子，可真不像你。快醒过来吧。When will I find my direction?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ain?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 Who can answer explain? Oh, my question is okay. You say I need drive all day. Oh, drive all will be taking away. Nothing will be afraid. No, I wanna see your soul. When time is missing, looking beautiful. 医生，医生，什么情况？是不是监护仪移动脱落了？没事，病人心跳有点过快，仪器自动报警而已。那他不会有危险吧？不用担心，昏迷会导致病人的心跳缓慢，但当进入苏醒状态的时候，心跳的频率又会加快，然后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的。啊，那这么说，他马上就会醒过来了？真的吗？太好了！哎，你们两位，把这都拆了吧。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但是呢，他长期卧床，很容易出现压疮，记得经常给他翻身按摩一下。哦，好，避免皮肤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好的，好的。哎。我还是遵循医嘱，先帮你翻个身。
怎么不继续装了？让我猜猜，你不会是故意装病，为了让我照顾你吧？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我只是为了录音笔，救你，刚好而已。我懂。不管因为什么，我都欠你一个人情，所以在你彻底痊愈之前，我会继续照顾你的。不必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真的很怕你就这样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对不起。老公，当年你跟我说，只有我能把星耀干起来，因为我是头狼，有着一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但你忘了，狼啊，也有一颗睚眦必报、杀伐果断的狠心。当年我送你的这根鱼竿，那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星耀有我的一份，就一定也有你的一份。可是你这个儿子倒好，我悉心培养他多年，还把女儿嫁给他，反倒是拿着你的鱼竿绕我的鱼线。没办法，只能毁了他，否则2根鱼竿都不能用。老高，你能理解我吗？你放心，你儿子现在在昏迷中，我不会动他，但他对静静做的事，他要付出代价。安董，医院那边来电话了，齐总醒了。真不让人省心啊！这齐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齐格格的身份查清楚了吗？您不是用齐兰的手稿试探过他了吗？让我看，他俩也就都姓齐。安董，您为何对齐格格的身份又起疑了呀？齐格格私会高珊珊，你觉得他会冲什么去啊？他们俩录音，想得到录音的人，除了尤震，就只剩下游游了。5年前，齐东把游游扔下大海，5年后，齐格格以齐东未婚妻的身份出现。所以啊，有很多事啊，1次是意外，2次是偶然，那第3次呢？蓄谋已久。您要是想试探他的身份，我倒是有个建议。游游5年前不是在夜店做过酒水销售吗？我们可以找个老熟人，跟他叙叙旧。齐东拿下会展中心的项目，立了一大功，是时候准备下庆功宴，好好庆祝一下了。明白。你做的。尝尝。医生，哎，感觉怎么样？好很多了，恢复的挺不错，可以办理出院了。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恭喜康复。谢谢。慢走啊，医生。哎。
出院了，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吃个牛排吧。可以，我来做。你做的挺。欢迎，热烈欢迎！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这个月的奖金没了。别啊，东哥，我这两天没闲着，我这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你看这地板，我擦了锃亮，都能当镜子使了。还有那边特意请了米其林3星厨师，食材都是今天空运的。我限你1分钟之内离开，算你将功补过。得嘞，东哥，还有一件事儿，安董明晚举办庆功宴，庆祝东哥拿下会展中心。东哥好好养身体，明晚我们高调亮相。东哥，你头发有点长。我给你收拾一下。未来是有起落，从前不论如何，也会风雨交错，可一切化作幸福颜色。关于我，关于你的执着，相爱总是很好，偶尔星雨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忘掉。 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 Someone like you， 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 瑶瑶，对不起，我。 这事儿高定，完美的衬托出了东哥的英姿。这场庆功宴，咱们妥妥的全场最佳呀！就是这脸色有点不太对。你有话快说。东哥，
我觉得咱们人呐，有时候就得豁出去一把，要不然这年轻时捍卫的姑娘，最后都成为别人的新娘了。你深有体会？哎呀，别提了，曾经的早安晚安，如今的黑名单，我就是作为过来人，想劝哥2句，就是在这爱情里边吧，咱们男方得稍微主动点，咱们得打直球啊，要不然这女方她就感受不到你的爱意。有的时候我们算了，当我没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啊。你不会是和祁东发生什么了吧？什么呀？你喝的是酒还是水？你喝多了吧你？我最近在学观相之术，相由心生，貌由心转。我看悠悠姐面色红润，皮肤光泽，眉眼上扬，你肯定……行了行了，闭嘴！你这什么跟什么呀？他好像想亲我，我躲开了。哎，完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要没躲开，那我才是真的完了呢。可是悠悠姐身体虽然拒绝了，但心里没有啊。之前悠悠姐各种主动撩拨挑逗祁东，也没见到你有什么心理负担。可是就是因为悠悠姐动心了，才会敌进你退呀。我和祁东，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哪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合作伙伴的？又哪有人会衣不解带去医院照顾合作伙伴的？所以，我们才应该退回到合适的位置，而最适合我和他的位置，就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是因为祁东是安国轩的儿子吗？悠悠姐，关键是你要认清自己的内心。不过，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的。一会儿把这个给悠悠送过去，他一会儿要跟我参加晚宴的。好的，这次庆功宴，东哥终于可以当众宣布自己重回星耀了。这只是一切的开始，安国轩真正的命门是宁海广场。重启宁海广场项目，将会是我重返星耀之后的第一把火。高珊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他啊，捡回一条命，但是据说颅骨受到严重撞击，导致硬脑膜撕裂，形成血肿。警察那边呢，也在日夜看守着，但是没有找到录音笔。我估计是爆炸的时候给毁掉了。好，盯紧医院的情况，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明白。这位女士不能探视。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就看他一眼。珊珊，我知道，
在你许给我的诺言实现之前，你是不会死的。你只是被启东逼得太紧了，太累了，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你好好休息，我们的未来，我来努力。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你受伤，一吻便顛倒重生，一吻便到关了啊！这我回头就把这歌单全都换了去。你穿这身挺好看的。今天这身也蛮适合你的。东哥，快到了。我不希望我们现在的尴尬状态影响接下来的合作，所以一会儿还得好好配合。还有，我一会儿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来了！哎，徐总，麻烦看一下这边好吗？徐总，好，谢谢徐总。徐总，看这里，看这里。哎，徐总，哎，再来一张。谢谢徐总，徐总，好的。徐总，再来一张。今天虽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日子，但是我还是想泼泼冷水。诚然，拿下会展中心项目，无疑是给星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却解决不了星耀集团这几年来一直处于瓶颈期的根本问题。如果想要突破瓶颈，必须重启核心项目宁海广场。所以今天我当着安董以及董事会成员的面，主动请缨接手宁海广场，并且任命齐格格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宁海广场可是安董手里攥着的项目，齐总刚回总公司，这是要越俎代庖啊！原来庆功是假，批功才是真。不知道安董意下如何？他能力很强啊，我觉得还算好成吧。最近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带领星耀走向未来？有野心，有责任担当，还有敢于挑梁。我很欣赏你有这样的自信。不过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复杂性。一个项目复不复杂，做了才知道。当年我将子公司取名为星空，寓意就是如果没有群星的闪耀，星空也将黯然失色。其实子公司之于总公司也是一个道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今天就在这儿立一个军令状，我会将名下以及星空公司所有资产入股到宁海广场项目，并保证在2个月时间内将其推向正轨。2个月，太有魄力了吧！这魄力也太大了。星耀集团不是我安国轩的一言堂，大家说了算。你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董事会。有安董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真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齐总前途无可限量啊，未来可要多提点提点。齐总，咱这边聊点项目。
请。请。我手头啊正好有个项目，齐总看看有没有兴趣啊？尝尝这个。调酒师正好在，我让他过来啊，跟你讲解一下。黑暗在凝望，穿透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无悔肮脏的忧伤，罪欲在膨胀，挣破一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将情感压抑的对